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冷车启动到热车这个动作。我印象中，我之前有聊过类似这个话题。那今天比较着重于涡轮车，涡轮车是否该热车的问题。因为，我看过很多，类似比较专业的，有在上电视的那些专家，他们都会说，因为现在，造车工艺或工艺技术的进步，车子已经不需要热车了。这是他们所要表达的含义，就是因为现在新型的引擎跟制造工艺的进步，材料的进步，现在的车辆它已经不需要透过热车去让各个部件因为任何金属、任何物体，它都会有热胀冷缩的问题。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现在材料进步，然后制造工艺的进步，所以现在很多车辆都不需要做热车这个动作，基本上你只要一发动就可以走。我印象中他们在节目上是这样讲啊，但是我说实在话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不管你材料应用，或者说你制造工艺再怎么进步，物体的热胀冷缩，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东西。所以我印象中，我之前那一篇我有讲到，像以我们自然吸气车来讲好了，像我自己本身的习惯就是，我发动以后，我会让它原地发动，然后我只要看到我的水温表开始在上升，这个时候我就会先打低档，因为我是自排嘛，我就打低档，慢速的，我不尽量油门不要踩太深，让它慢慢的滑行。这个时候滑行这个动作是因为要让变速箱油里面稍微热起来。当水温上到水温表的接近一半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表示你的整台车都已经进入到了工作状况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开。当然不是叫你马上大脚油门下去补，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啦，所以只能说当水温表上升到工作温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安心的驾驶了，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。那今天要聊的主要就是涡轮车的热车。我只能说，在早期啦，自然吸气车为大宗的时候，因为涡轮车都属于少数车辆，或者都是透过改装才有涡轮，不像现在很多车基本上一出来，因为标榜节能又要省油，然后马力又要大，所以变成说现在的涡轮车越来越多，小吸气量背涡轮。那涡轮车更需要热车，这个观念必须给很多车主先建立起来。因为说实在话，引擎的温度它大不了100多度，但是当涡轮车的涡轮机它本体在工作的时候，它的温度可能上到好几百度哦。甚至你有在超驾的话，那个温度真的是会很恐怖。所以涡轮的制造，它为了因应这个温度很悬殊的工作状况，因为它从整颗涡轮是冷的时候，它在运作的时候可能上到好几百度，它从冷的时候上到好几百度，这个过程中它所运用的材料，它的金属，它的膨胀系数会更夸张，所以它在冷车的时候，它那些间隙会更大。你间隙只要一大，你会活动的零件它就会产生摆动，像涡轮叶片那根轴心，现在好像都是早期啦，都是用铜轴，用铜车一个铜环，然后让涡轮的叶片的轴心在里面，然后当你冷车的时候，那个铜环的间隙会比较大。如果这时候你引擎还没达到工作温度，涡轮机还没达到工作温度的时候，你比较
正常的操架，或者是比较激烈的操架，你很容易导致那个涡轮转子那根轴心摆动，会产生摆动。它只要一产生摆动，就会有不正常的磨损。这样讲好了，我看过很多，车子还蛮新，但是车主可能对车子都比较不了解，他们回去修理涡轮，就是因为涡轮出现异响，或者说它的进气有问题，所以涡轮机它热车这个动作是绝对必要的。当然，因为我不知道很多车辆它有没有所谓的涡轮温度监测系统。那以正常来讲，只要引擎达到工作温度以后，涡轮机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，它的工作温度也将近达到了。这时候你正常驾驶绝对是 OK。然后可能你正常驾驶开一段时间以后，涡轮机的工作温度应该就到，这时候就可以放心的驾驶。那讲到涡轮机那根轴心，像我刚刚讲，早期很多它的轴心的那个套，它的那个轴套是用铜下去车出来的。然后现在好像有比较高级的，好像改成是滚珠轴承，它变成说它的摩擦系数更小，但是相对不管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不管任何材质，你温度越高，它的热胀冷缩会越明显。相对的，如果你在冷车的时候，你那个间隙就很小了。当你温度上来以后，势必它没办法膨胀的时候，它会导致周边的材质会被它挤破。懂我讲的意思吧？譬如说一个铜环在里面，它在冷的时候间隙就已经这么小了。当你上到300-400度、400-500度的时候，是不是它的温度、它的膨胀系才会膨胀得更大？那相对的是不是会挤压到周边的零件？所以说，涡轮车的驾驶们，你们要有一个观念，就是你们车很好开，马力大，吸气量小，又省油，没有错。但是你们最需要着重的就是热车这个阶段，还有整颗涡轮机最需要接受润滑的就是那个轴心，涡轮叶片的那个转子叶片的轴心。然后那个轴心，如果你们有机会仔细看的话，进气端跟排气端中间那一块，那个就是轴心，它那边一定会有一根油管，直接把油注向里面，让它润滑。而且，涡轮机它本身的工作温度就很高，势必你的油进去以后，它出来的油一定都是很高温，所以它必须马上做冷却。如果真的都是顺顺的开，没有特殊需求的话，可能按照原厂的规定换油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们有比较喜欢超价，或者说稍微有在小跑一下的话，我建议你们油可能要用好一点，然后甚至可能要外挂一个油冷器，机油冷却器。这样子你可以确保机油的劣化速度跟轴心的它的润滑程度，因为你的油一定高温以后它一定会变质，高温一裂变以后一定会影响它的润滑程度。然后整台车最需要润滑的凸轮轴，然后曲轴，其实一台车最需要润滑的就是大概就这几个部件了。然后再可能就是活塞，因为它活塞它活塞的周边会跟钢套做接触，你活塞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类似喷油嘴，它会往活塞的周边喷点油，或者钢壁喷油，然后顺便冷却活塞，顺便润滑。然后自从涡轮车开始以后，整颗涡轮涡轮机最需要接受润滑的就是那根转子轴心。涡轮车的车主一定要注意的就是，因为毕竟
水箱也是帮助整个引擎散热。然后不管自排车、涡轮车，只要是引擎，它的散热系统本身就很重要。其实整台车什么东西都很重要，只是你可能必须针对你的车型、针对你的需求去做一些适度的强化。涡轮车的话，我是建议就是油用好一点，然后一定要热车。再来就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加装个机油冷却器。可能比较高级的车，它本身就有配备啦。如果可能比较平价的车辆的话，可能就要自己想办法加装一颗，会比较好，车子就会比较平顺，不会出问题。那这个是以前我也是开过涡轮车，只是车不是我的，我不是每天开，但是我很常开啦。所以这是从以前到现在我对涡轮的观念。涡轮车更需要适度的照顾，所以给各位涡轮车，不管你有没有在玩车，毕竟涡轮车现在是常态了，所以各位涡轮车的车主，你们要注意的就是以上这几个问题，然后只要有做到这几点，你的涡轮机会长长久久的帮你。它不是不会坏，只是你可以减缓它老化、它损坏的几率。这样讲懂我意思吗？好啦，那今天这个涡轮车是不是需要热车，跟涡轮机的一些重点保养，或者说该做哪些预防的介绍，就到这边喽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